CP 值黑马小米13T Pro 终于到手啦！天玑9200 Plus 旗舰处理器，12GB RAM，512GB 储存空间，塞满的5000毫安时电池，120瓦超快充，再配上不凑数的徕卡3镜头，背盖有玻璃、仿皮革2种选择，甚至还支援 IP68 防尘防水。看到这个规格，应该够顶够漂亮了吧？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。重点是，官方售价居然只要19999，2万有找。可以说，那个米粉熟悉、强攻 CP 值的小米旗舰，这次终于回来了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这次的小米13T Pro， 无论是照面规格还是开价，真的都是诚意满满啊。但其实也不用我多说，因为根据小米公布的销售数据，13T 就是历代预购量最高的 T 系列机种。我就废话不多说，究竟小米13T 系列2支的实际表现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小米13T 系列总共引进2个版本，分别是搭载天玑8200 Ultra 12+256的小米13T，以及搭载天玑9200 Plus 12+512的小米13T Pro 2个版本。两台最大的亮点还是开价，13T 只要16999，突击15000价位带的中阶手机。而在网上的13T Pro 就更香了，只要19999，完全可以说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CP 值超高的旗舰黑马，并且两台在外观设计上可以说是近乎相同。要我选的话，我一定是直上小米13T Pro， 所以今天的实测重点就会放在 Pro 上面。但是想看13T 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我们都会把重点给测完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还是先来看外观设计，外观我就不废话，就讲重点。今年的小米13T 以及13T Pro 在外观设计上几乎一致，颜色选择也完全相同，都是绿、蓝、黑3色。其中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采用玻璃背盖的绿色版本，以及采用 PU 材料制成的仿皮革蓝色版本。仿皮革这支在厚度上会比玻璃厚一点，大约厚了 1.3mm， 应该是完全感受不出来啦。但是在重量上，仿皮革都是比玻璃轻了6克左右。实测小米13T 整机控制在198克左右，而13T Pro 则是控制在204克左右。以2023旗舰手机的标准来看，重量控制很不错。正面两台都采用第5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，顶部更是给了红外线发射器，可以控制家电、开关冷气，躺在床上很好用。但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，这次小米13T 系列的2支居然都上了 IP68 的防尘防水，可以通过水下 1.5 公尺30分钟的防水测试，有防水用起来就是比较安心。服装也是给好给满的大全配，出厂的时候正面已经贴好了保护贴，对附一个原厂透明壳，快充组也一并附上。13T 是67瓦，13T Pro 是120瓦，打开来就可以直接使用。再来，13T 和13T Pro 也都支援了实体双 SIM 卡，或是单张实体 SIM 卡加 eSIM 达成双卡。没错，它是支援 eSIM 的。不过全机就没有 microSD 以及 3.5 接孔。但是13T、13T Pro 两台都采用 X 轴线性马达，在震动回馈上两者差不多，清脆利落。但是预设的震动强度偏小，建议手动调大，爽感更高。接着我们看到影音娱乐，这是小米13T 系列的2块萤幕，在基础规格上完全相同，都是采用 1.5K Full HD Plus 6.67寸的 AMOLED 的萤幕，并且支援最高 144Hz 的萤幕更新率，以及 480Hz 的触控采样率，并且达到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同时拥有2880Hz 的高频 PWM 调光。对 PWM 敏感的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啊。不过我相信一定有朋友想问问题了，什么是 1.5K 呢？简单来说，我们来看解析度最准。小米13T 系列的解析度都是2712×1220，所以这个 1220P 略高于常称为 Full HD 的 1080P， 但是又小于常称为 2K 的 1440P， 所以这就是 1.5K 的由来啦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13T 2支也都支援了 Dolby Vision， 在 Netflix 当中实测可以成功点灯杜比世界， Disney Plus 则是同样只有 HD 和 IMAX Enhanced。而在萤幕亮度上，官方宣称这2块萤幕的峰值亮度可以达到最高2600尼特 ，HBN 则是可以达到1200尼特。不过在邦联的频道实测了才最准嘛，毕竟 OLED 的亮度还是要看显示面积。经过我们实测，2支在强光下的全白萤幕亮度下，可以轻松突破1200尼特，甚至接近1300尼特左右，表现达标。而在强光10%左右的显示面积下，两者也都达到突破1400尼特的表现。亮度不到最顶，但绝对对得起，甚至超越这个价位带该有的表现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13T 系列这2块萤幕也都支援了2880Hz 的高频 PWM 调光。我们也实际透过仪器测量，的确可以达到2880Hz 的 PWM 表现。
我们这边也提供2880Hz 的高频 PWM 调光，对比 iPhone 15 Pro Max 在20尼特 PWM 的差异，让大家参考。看完了亮度和 PWM， 色域色准当然也不能错过，但测小米的色域色准真的有些费功夫啊！光是内建的色彩选项就有生动、鲜艳、原色、自然、P3、sRGB， 总共6组的选项，真的是测到天荒地老。但没有关系，直接上表格让大家一次看清楚。简单来说，我用小米 13T Pro 来解说，在生动、鲜艳、P3、sRGB 这4档选择之下，小米都采用了相对讨好眼球的设定。我们可以看到 CCT 都来到偏冷的 7500K， 也就是过往手机上大家比较熟悉的冷白。现在很多追求色准的机器都改成了 6500K， 反而很多人会觉得太暖。但没错 ，D65 就是目前的标准。而在色域覆盖上，这块萤幕的表现也没问题，在鲜艳模式下，最大可以来到100%的 sRGB、91%的 Adobe RGB 以及100%的 DCI-P3 完全撑满。但同时 Delta E 就来到 8.9， 整体显色会非常饱满。而如果你追求的是色准，那就请你选择原色和自然2个模式，两者都限缩到 sRGB， 并且 Delta E 都有达到小于2的顶级表现。要色准就是2个模式2选1。接着看 13T 的结果，调校策略完全相同，生动、鲜艳、P3、sRGB 4档都是讨好眼球的设定。要色准就是原色、自然2选1，两个模式都可以达到 Delta E 小于2的好表现。不过两者都没有高色准对应 P3 色域的选项，这点是稍微可惜的地方。不过还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，就是在侧看的时候，这块萤幕稍微偏黄绿的状况会比较明显。如果比较在意这个项目的朋友，就建议到实体店摸一摸 ，OK 再入手了。而在外放上，两者都采用双喇叭设计，并且支援 Dolby Atmos， 不过底部的声音较大，横看的时候会觉得左边的声音较小，但还算过得去。片尾也会提供实测让大家参考。而在大家关心的效能测试上，我们手上的 13T 搭载的是这2年急起直追的联发科天玑8200 Ultra，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，搭配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储存空间。而 13T Pro 同样采用联发科的 SoC， 不过就是直上最旗舰的天玑9200 Plus， 同样是台积电4奈米制程打造，搭配12GB 的 RAM 以及更大的512GB 储存空间。顺带一提，这次小米也在 13T 上用上了大面积的不锈钢 VC 均温板，以及更多层的石墨散热片加强散热。不过两者有一个小差别，小米 13T 这边采用的是 LPDDR5 加 UFS 3.1 的方案，而 13T Pro 这边则是直接 LPDDR5X 加 UFS 4.0。所以 3.1 和 4.0 的差异上，我们这边也透过 Android Bench 实测储存空间的读写速度。从结果上可以看到 13T Pro 的循序读写都达到 13T 的2倍左右的表现。那我们就依照惯例直接进入效能测试。首先测 CPU 效能，我们先看 Geekbench 5。先看小米 13T Pro 搭载的天玑9200 Plus， 单核拿下1460分，多核4819分。相较起去年的 12T Pro 采用的 A Plus Gen 1，单核提升了 9.4%， 多核更强上了 13.7%。如果跟小米13 Pro 搭载的 A Gen 2相比，单核持平，多核则略低了 6%。但你要想，这可是一只不到2万的机器啊！ 13T Pro 用上天玑9200 Plus 真的也够顶了。接着来看 13T 的天玑8200 Ultra， 单核拿下1012分，多核3780分。相较起去年 12T 采用的天玑8100 Ultra， 单核提升 12.1%， 多核则非常接近，只有小幅的提升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年8200 Ultra 没有像去年8100 Ultra 那么亮眼。但是如果对比同价位常出现的天玑7050 AKA 天玑1080的话，多核还是强了60%。对比778G， 多核也强了大约 30%， 还是一颗很不错的中高阶处理器啦。而在 GPU 上，我们看到 SanDisk Skylake Extreme， 同样先看小米 13T Pro 搭载的天玑9200 Plus， 拿下了3624分。相较起去年 12T Pro 采用的 A Plus Gen 1， 提升了 28.6%。这个时候的峰值功耗也冲破了10几瓦，对手机的散热来说一定是扛不住的，所以也就是跑分才有的成绩。GPU 则同样略低于13 Pro 的 A Gen 2。好，看完理论效能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实战表现吧。光临团队今年一样将所有的测试环境尽可能控制在26度左右。首先是 PUBGM， 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，小米 13T 和 13T Pro 都轻松无压力，平均帧数维持一贯的跑满水准，达到 59.5 帧。温度也很 OK， 小米 13T 最高温在正面 34.6 度，而小米 13T Pro 温度更低了，最高只有 32.5 度。两者的平均功耗也都控制在3瓦上下的好表现。接着我们测负载最重的原神须弥，
看平均帧数的话，表现都还不错。13T 达到平均56.5帧，最高温控制在40度左右，而13T Pro 则是可以达到58.2帧，最高温同样也是来到40度左右，平均功耗都来到5.5到6瓦左右的表现。这个帧数表现已经略微反超小米13 Pro 了，并且我们也已经数格子确认过，两者的解析度和画面设定近乎相同，所以13T 系列的游戏表现以均衡旗舰来说是真的不错。整体来说，这个价位配上这个效能表现，虽然在峰值效能上微幅低于 A Gen 2，但是实际游戏表现上，我觉得是没有遗憾，绝对给过的。不过我们还是有发现，小米13T Pro 在日常模式，也就是没有进入到游戏的系统调度，依旧比较保守。像是我们测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的压力测试，都会因为温控的关系，强制关闭 App 锁死，无法完整跑完。在续航力部分，两台都是搭载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实测13T 拿下10小时13分，而13T Pro 则是略好一点，达到10小时23分，大约满足一天一充的表现。不过相较起 A Gen 2搭配5000毫安时，大约都可以达到11到12小时来说，小米13T 系列就是够一天一充，但续航没有惊喜的表现。但续航不够亮眼，还有快充来凑嘛，这个惊喜就在充电速度。13T 支援67瓦的有线快充，13T Pro 更是直接上了120瓦的 Hypercharge 超快充。实测67瓦的小米13T，15分就可以充满 49%， 半小时 82%， 完整充满只要45分钟。而13T Pro 这个就真的超快了，在预设模式下，15分钟就可以充满 72%， 完整充满只要24分33秒。真的就是前一天忘记充电，起床出门前赶快插一下，就可以再战一天的鬼神速度啊！不过两只都不支援无线充电就是了。中安全辨识上，两只都采用白光荧幕下指纹辨识，位置靠下没有上移，但辨识率和速度都还算不错，脸部辨识也非常快。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，小米13T 系列虽然主打 CP 值，但居然没有阉割相机。两只的镜组也完全没有测出镜头，诚意够。重点是不分 Pro 不 Pro， 在相机规格上也完全相同。两只的主镜头都采用 f1.9 5000万画素的 1.28寸 IMX707 感光元件，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，搭配上 f1.9 5000万画素的2倍长焦，这颗没有 OIS， 以及 f2.2 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，但是超广角不支援微距对焦。并且这次的13T 系列有看到镜头这边有精美的徕卡文字标吧？没错，小米13T 两只都有徕卡联名，所以在系统里透过右上角这个徕卡小标，就可以直接切换徕卡经典以及徕卡生动两种拍摄模式。想当然，细节也是满满徕卡，像是界面都换成了红黑配色。再来，你听这个快门声。又或者是在设定里就可以直接开启经典的徕卡浮水印。对于这种随手拍的照片，开启徕卡浮水印，感觉、味道、质感整个都上来了，并且这个浮水印就可以事后在相簿中开启加上的。这个时候有好奇心的朋友就发问啦：如果我手上正好有一台徕卡，但是没有内建徕卡浮水印，能不能把相片放进手机里开启呢？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好，答案是不行的，它会自动抓机型资讯。不过这次比较好玩的是，小米和徕卡都推出了几个新的浮水印，大家可以替换着用，风格完全不同，并且相簿内也内建了许多与徕卡合作的风格滤镜。在小米13评测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分享很多徕卡滤镜的实拍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头观看小米13系列的评测节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有发现，虽然13T 两只的镜头相同，但因为两台的 SOC 不同，自然在 ISP 和演算法上有着略微差异。像是同样在徕卡经典模式下，小米13T 这边画面就像是多了一层滤镜，整体对比更高，显色偏绿，也更加饱和鲜艳，风格化一些。尤其在这种建筑风景照更加明显。我们也已经确认都是在同样的模式下，没有开启滤镜，也没有开启 AI， 就存在风格上的差异。此外，两只在录影功能上也稍有不同。小米13T Pro 这边最高支援 8K 24 FPS 以及 4K 60的录影规格，而13T 则是最高 4K 30。不过包含超级防手震、万物追焦以及拍照的专业模式、5000万画素、微电影、长曝光等等，两只都是同样支援的，并且在人像部分也继承了徕卡大师镜头，总共有35毫米的人纹、50毫米的悬焦以及90毫米的柔焦3种选择。不过焦段同样是无法切换的。好玩的是，小米13T Pro 还支援了10bit log 的录影模式，除了内建 Rec 709的还原 LUT 以外，你也可以汇入自定好的 LUT 进行预览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样张。
首先来看日拍样张，这次小米 13T 和 13T Pro 两支虽然都是采用同样的镜组，但是前面有提到了，两者在算法上略有差异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，13T 整体的对比更高，色彩更饱满，并且边缘有徕卡招牌的暗角，整个风格化是比 13T Pro 更加强烈的。而 13T Pro 在经典模式下略微偏冷，整体的风格相对自然讨喜。不过放大来看，两者的细节表现几乎一致，差异就是在风格不同。我们再看一组样张，结果也基本相同。13T 这边绿叶明显更加翠绿，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13T Pro 的色彩表现。放大来看细节也都 OK， 日拍对 13T 两支来说都游刃有余，顺拍都好拍，所以我们就接着看超广角。这次超广角放大来看，细节表现好像还 OK 耶。不过我们再看一组，这组我们直接拍难度比较高的 HDR 逆光，中性画质还 OK， 但我们看到旁边，在建筑边缘 HDR 来回的细节略有减损，并且在树枝这个魔王关上，则是有 HDR 紫边的状况，在算法上感觉还有提升空间。这边也来看一组日拍人像，不得不说啊，50毫米拿来拍人像就是好看。那大家喜欢哪一支的风格呢？ 13T 这边依旧是高对比的走向，故事性满满啊，而 13T Pro 这边则是更加阳光清晰。倒是两者在构图上的表现都还 OK， 没有太大的失误。但是长焦我们拍了几组，两者是有差别的哦。放大来看，可以看到 13T Pro 这边衣服上的蕾丝网格细节都有保留下来，而 13T 这边就被抹掉了。所以论日拍人像，小米 13T Pro 是略胜一筹的。不过若是到了夜间人像环节，我们进入夜拍喽。整体第一眼看上去其实还不错，抠图也 OK， 发社群没问题。但放大来看，这颗2倍长焦就有一些力不从心，涂抹会比较明显。所以如果真的要在夜晚拍人，那直接选主镜头才是上策。你看，放大来看，即使是在低光源之下，衣服上的细节回来了，依旧清晰可见。毕竟主镜头可是一块1.28寸的超大感光元件啊。以下我也再提供几组夜拍样张让大家参考。好，做个小结。先说两支的差异，这次小米 13T 和 13T Pro 两支最大的差异就是风格。13T 无论日夜拍，所有场景中对比都更高，显色更饱满，标准不用修图直接上传都好看的调教。而 13T Pro 虽然下手没有这么重，但我自己是更喜欢 Pro 的，看上去明显更加自然，发色也更接近上半年旗舰的小米13 Pro， 并且要风格的话，内建的徕卡滤镜本来就很好用啦，自己随便套都很有个性。好，说完差异，如果从相对客观的细节 HDR 表现来看呢， 13T 和 13T Pro 这3颗镜头最强的还是这颗1.28寸大感光元件的主镜头，日夜拍都能轻松应付。但它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无论各家手机，大感光元件在竞拍时就是会有相差产生，最直接的状况就是竞拍的画面边缘会失焦。那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，直接用2倍拍，或是你就拿远一点拍，再裁切就没问题。相较起这个价位带一堆800万画素的凑数超广角来说，小米这个超广角的优点是细节够用，但 HDR 下边缘画质减损比较明显，落在拍风景照、日拍够用的程度。而长焦50毫米拿来拍人很适合，望远也提供一组样张给大家参考。大概就是常规表现，原因是这颗长焦并没有 OIS， 所以拿来望远没有特别优势。但因为有徕卡加持，很适合拿来日拍拍人，或是偶尔拍个黑板、拍个 PowerPoint 都好用。总体来说，小米 13T 系列两支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年久等的高 CP 值黑马，并且无论是处理器、电量、快充、萤幕还是相机，小米都有均衡的堆料在上面，而不是全部只压在处理器。这才是我更乐见的 CP 值旗舰啊！甚至今年还给了 IP68 防尘防水。如果要说选购建议的话，2选1，我绝对会直接上 13T Pro。除了升级到顶级的天玑92 Plus、512GB 储存空间、120瓦这种显性的规格差异外，在实测当中 ，13T Pro 的 UFS 4.0 也拥有2倍的读写速度。在相机上，则是因为算法不同，带来更好的2倍长焦细节表现，并且支援 4K 60以及最高 8K 24 FPS 的录影规格。这3000元可以说是有感升级，诚意满满了。但你说我就是日常滑手机 ，13T Pro 这些升级我也用不到，我买 13T 可以吗？
其实也真的是够了，完全够用。但3000元，我觉得就是直上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可能带来最多的测试，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，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我是李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